Hello， 大家好，我是严闯。在我身旁呢是乐道的首款车型L60，一款家用的 SUV 车型。是不是大家刚看完它的发布会？这是一个蔚来旗下定位更亲民、更注重家庭市场的品牌。而我认为这是今年中国车市的一记重磅炸弹。它可以成为无视能源形式、适合家庭代步你可能家里的唯一的那一台车。因为以前的电动车型呢，受限于它的补能速度、它的续航里程，严重限制了我们的出行半径。所以很多人呢，你像未来的车主都是家里的第二台或者第三台车。那这款车型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一个潜力？别着急听我慢慢给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这个品牌它的 logo 像一个字母 N 一样，实际上代表是一个向上的道路，而且我觉得特别像纽博格林北环那个大坡下去之后那个上坡的感觉象征着生活不断向上的一个品牌理念。因为乐道呢表示的是合家欢乐、持家有道，而同时呢，像它的车灯，无论是头灯和尾灯这种向上的概念呢，象征着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车身的颜色呢叫做晨曦橙而且尾部是一个明显的溜背的造型，还有一个小小的尾翼，所以整个的感觉呢很像未来特别有调性的 EC6 或者 EC7 的感觉。那它的设计师呢也是来头不小以前宾利的设计师劳尔先生，而且他设计出了我非常喜欢的宾利的欧陆 GT。他在聊到这款车设计的时候呢，也很感慨。他说以前我设计豪华品牌的时候非常的简单，我把所有的好的元素，那种棒的理念、奢侈的感觉往上堆就可以了。因为最后呢，消费者是有钱去买单的。但是设计一款家用的 SUV 车型就难了很多，因为它既要好看还要耐看，既要实用又要为它的功能性去买单。所以整体而言呢，这个车的设计做了很多的一些取舍。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台 L60， 他们说这车的能耗极致的低， CLTC 的标准下 12.1 度电每百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比特斯拉的 Model Y 还要更低。还记得小米发布的时候，雷军在发布会上说，我们要追赶特斯拉的能耗，至少还要3到5年的时间。而我作为一个小米苏7的车主我告诉你，那个车的能耗真的很低。而这个车目前他们说它的能耗可以成为行业里领先的低，是不是画一个疑问？因为我同样是未来的车主未来的产品不是以能耗低著称的对吧？都是双电机4驱，让你挥霍能耗。因为它的理念是什么？我们一个豪华品牌，如果你需要更远的续航里程，我给你150度电池。而对于乐道而言，作为一个家用的 SUV 车型，即便我们有很方便的补能体系，有着这个换电的这种很快的补能速度，但是即便电钱很便宜的情况下，也要斤斤计较。所以呢，它把电耗做到了一个极致的低。但这件事儿我们现在不能给大家进行一个保证，只能说他们的宣传策略我们以后拿到车一定要实际测一测，能不能达到一个行业领先的续航能力。那同时它怎么做到的？咱们说了，造型上，你看这个前面是一个主动式的进气格栅，包括这边的一个气口，它整个的风阻系数呢是 0.229 CD 值，在目前的量产 SUV 中呢是一个最低的数值包括整个车顶的线条和尾部这种小鸭尾的梳理，都保证一个最低的风阻系数。这个对于电车的能耗呢是很有帮助的。而同时这个车全系900伏的高压架构。其实蔚来呢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新能源品牌的开拓者，那他们这么多年的技术积累，既能给你一个很好的驾驶体验，在蔚来品牌上很强的动力感受，也可以赋能给乐道这款车型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以及一个极低的像它的电机电控这么一个水平。所以900伏的这么一个架构，既保证了我们在未来的超充桩上有很快的充电速度，也保证了我们用第三方的充电桩，它的充电速度也不会慢。而同时还有一个惊喜，打开这个充电的接口，你发现 AC、DC、直流交流口都是具备的。以前在蔚来车型上呢，我们说一些慢充桩我不能去充，它只有一个这个快充的接口。而目前对于这台要适用所有家庭，咱们说可以成为家里唯一代步车的时候，它在这个部分也没有任何的妥协。所以这就是这台车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极低的能耗。但是更强的一点，我觉得就是蔚来这么10年的补能体系的打造，如今终于可以反哺这个企业了。它可以换电，它有60度电和85度电2种电池版本，在未来的4代站和部分3代站可以直接不到5分钟3分半的时间你就可以换到一块满电的电池，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所以它既是充电速度很快，而同时补能速度也非常快。而大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过了几年之后我的电池衰减了，或者说我电池发生了故障怎么办？它的电池可以升级。所以我觉得蔚来这套可充可换可升级的补能体系，在乐道这款产品真的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杀器。而在这个部分呢，可以看着车身侧面的造型，它的车身长度呢是4828这么一个超过了4.8米的车身长度，轴距呢是2950，
其实呢是一个标准的长轴距短前后悬的一个设计，保证车里更大的乘员空间。我们今天不好意思啊，不能给大家拍，因为要求说这个发布会上给大家看到一个内饰的照片，但我们坐进去体验过了，后排的头部空间、腿部空间非常夸张。我为这句话负责，因为你们可以到店里很简单的就能试到它的空间表现，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空间表现。而后备箱的空间表现很好之余，底下有一个很深的隐藏式的储物空间，所以这个车的空间表现，因为它是定位于家用的一个产品，这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大家说了，严闯，你吹了这么多，卖多少钱啊？要知道今年的市场卷得无比之激烈，对吧？无论是纯电、PHEV、增程，包括纯燃油车，大家的价格战打得一塌糊涂。那如果你脱离价格聊产品力，那不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吗？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想，这款产品应该卖多少钱？25万、30万，双电机，对吧？给你一个85度电池，给你一个极致的低的能耗、很低的风阻、巨大的空间。但如果加上 BUS 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一个我们根本实际使用体验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电池去付钱呢？这是电池上最贵的一个零部件。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一套 BUS 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选用租电池的形式，在乐道这个产品上终于发挥了它最大的价值，直接的将我们的购买成本拉近了20万以内。如果是25万元的一个价格，你想算上 BUS 之后，它真的是冲进了20万以内，甚至可以达到了17、8万的一个价格区间。那如果它的购买成本在17、8万的时候，它跟什么车型去比了？一台15到16万左右的燃油车，因为燃油车要购置税。那你想一想，如果它跟一台15、16万的燃油车、燃油 SUV 去比产品实力的时候，我们说它的加速体验、它的平顺感觉、它的空间感受，对吧？因为它也可以不用5分钟就能换走一块满电，跟你加油的时间是一样的，对吧？还有任何燃油车的优势吗？再说到最后，它的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这个车是一套纯视觉的解决方案。头上的2个犄角，后视镜前方的双目摄像头都是8万像素的摄像头，它可以实现城市 NOP 这个功能呢，跟目前特斯拉处于一个同样的水准。而同时，它的智舱，很抱歉，我们依然不能拍给大家，用了8295P 高通目前最为领先的一块芯片，所以整个车机的智能化体验，它这种交互的感觉、互联的感觉，都是完全在行业里领先的。而这个时候，它要竞争的产品，如果是15、16万的纯油的 SUV 车型，是不是产品力拉爆？所以这就是乐道 L60， 我觉得它是今年中国汽车市场一个大杀器的重要原因。可换电，900伏的高压架构，极低的能耗表现，极夸张的空间表现，再加上 BUS 带来一个极低的购买成本。OK， 说了很多啊，这是今天我们通过静态体验所了解到的。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而我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给验证一下这个车的能耗到底有多低。OK， 乐道 L60 介绍给你们。